你是不是發現最近去加油站就像在打一場心理戰？心裡是不是有一種說不出的焦慮，覺得這不僅僅是車子沒油，而是整個生活節奏快要失控停擺了？那種看住加油槍掛着售罄牌子的無力感，是不是讓你覺得這個世界突然變得有點陌生？今天我們要聊的內容，絕對不是電視新聞裡那些冷冰冰的數據，而是關乎你我每一個人錢包、飯碗，甚至是生存安全感的真實危機。更重要的是，我會帶你看透這場油荒背後隱藏的財富重新分配的真相。我會告訴你為什麼這是一次社會資源的重新洗牌，以及我們普通人在這種混亂中，到底該把錢放在哪裡才最安全。如果你能跟着我的思路聽到最後，你將會明白為什麼這場危機對某些人來說是災難，對另一些有預謀、有眼光的人來說，卻是這輩子難得一見的翻身機會。在影片的結尾，我還準備了一個超級實用的獨家保命省錢清單，當做 bonus 送給大家，全是實打實的錢貨，保證你們看完明天出門馬上就能用得上。故事要從上個周末說起。那天陽光原本很好，我打算開車去稍微遠一點的郊區透透氣，順便想着順路把油加滿。結果當我開到平時常去的那家連鎖油站時，眼前的景象讓我徹底傻眼了。平時頂多排2-3輛車的路口，那天車龍居然一直回堵到了大馬路上。起初我還天真的以為是不是有什麼特價活動，等我耐着性子排了快半小時輪到我時，我看到的不是熱情的服務，而是一張歪歪斜斜用膠帶封在油槍上的破紙，上面寫着柴油已售完，無鉛汽油每人限购50塊。那一刻我心裡咯噔了一下，50塊錢的油在澳洲現在這種物價下能跑多遠？這哪裡是加油，這簡直是在配給口糧。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個開着白色工作車的人，看樣子是個做裝修工程的。那個人交完錢走出來的時候，那個眼神我到現在都記得，那是一種充滿了疲憊、憤怒卻又無可奈何的眼神。那個人用力地拍了一下方向盤，對住空氣罵了一句，然後轉頭看到我，苦笑着跟我說，這已經是跑的第4家油站了，再加不到足夠的油，明天的工單全得取消，一家老小這個月的生活費就全泡湯了。看住那個遠去的車影，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什麼暫時的小麻煩，這是一場無聲的地震，正從加油站開始向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蔓延。不管你平时多麼努力工作，不管你是不是高薪人士，只要能源這根動脈被掐住，我們所有的體面和計劃都會在瞬間崩塌。很多人可能會問，我們澳洲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的不得了，為什麼會落到連油都加不到的境地？其實這背後的真相遠比你想的要殘酷。我們澳洲雖然有地，但在能源供應鏈上其實是一個極度脆弱的孤島。過去這些年，為了所謂的成本效益，我們本地的煉油廠關的只剩下2-3家。現在我們用的每一滴油，幾乎都是靠大船橫跨大洋運過來的。只要全球地緣政治出現一點風吹草動，或者那些掌控能源命脈的大國鬧點脾氣，運油的船進不來，或者運費漲到天上，我們就得立刻面對這種斷糧的窘境。這種把命脈交在別人手裡的感覺，是不是讓你覺得後背發涼？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資源不確定性最容易引發群體性的恐慌。當你看到鄰居在囤油，看到超市架子空了，你的大腦會不自覺地進入生存模式，開始焦慮、憤怒，甚至做出不理智的決定。但這正是我想提醒大家的關鍵點，當大眾陷入恐慌的時候，往往就是真相被掩蓋的時候，也是財富開始悄悄換手的時候。你必須要明白，這場燃油短缺不僅僅是車的問題，它會像蝴蝶效應一樣，迅速傳導到你的菜籃子、你的房租、你點的外賣。當物流成本上升，所有的物價都會迎來一波洗禮。這就是為什麼你最近去超市會發現平時幾塊錢的青菜現在貴得離譜。這不是超市黑心，而是整個社會的運作成本被能源這把火給燒起來了。在接下來的內容裡，我要帶你撕開這些混亂的表象，去看看在這種政客們吵架、國際局勢動盪的背後，我們到底該如何布局自己的資產，才能不僅僅是被動挨打，而是能精準的踩在未來的趨勢上。你有沒有發現，現在整個世界的氣氛都變了？以前大家討論的是怎麼消費、怎麼享受，現在大家聚在一起，反而是在研究哪裡的油價便宜5分錢，或者哪家超市的雞蛋又斷貨了。這種集體焦慮的背後，其實藏着一個巨大的政治博弈。你可能覺得那些遠在天邊的戰爭或者大國之間的制裁跟你沒關係，但實際上這就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資源分配遊戲。澳洲作為全球能源輸出的大國，結果我們自己的人卻在為了幾公升的汽油排隊，這難道不諷刺嗎？這背後的原因就在於我們的能源結構已經被全球化徹底綁架了。
我認識一個在物流公司做了10幾年的管理層朋友，前幾天跟我喝茶的時候，他一臉愁容。他跟我說，現在不僅僅是油貴的問題，而是整個調度系統都快崩潰了。以前一輛大卡車跑一趟長途的成本是固定的，現在因為油荒和油價波動，每一趟的出車成本都在變，甚至有的司機因為加不到油，乾脆請假不幹了。這導致什麼？這導致你買的東西在路上的時間變長了，損耗變大了，這多出來的每一分錢，最後通通都會加在你那份超市賬單上。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現在我們正面臨一場生活方式的保衛戰。如果你還是用以前那種等環境變好的心態去生活，你只會被這波浪潮衝得連影子都不剩。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大部分人都有損失厭惡，看住賬戶裡的錢因為加油、買菜一點點流失，那種挫敗感是非常強烈的。但聰明的人這時候會反過來想，既然這是不可逆轉的能源通脹，那我們就應該站在漲價的那一方，與其試圖對抗，不如直接擁抱那些能在漲價環境中持續獲利的優質資產。很多人問我現在是不是該去買那些高科技股或者是虛擬貨幣，我告訴你，在這種資源短缺的週期裡，我們更應該回歸到實體經濟和能源供應的邏輯。你看最近國際上的資源爭奪戰，從石油到天然氣，再到關鍵的戰略金屬，比如銅和油，這些才是未來5到10年的真金白銀。這就像是經濟週期的大輪轉一樣，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資源價值回歸的大節點。在這種環境下，能源就是整個社會最核心的驅動力。所以我的投資建議非常明確，就是要採取核心加衛星的策略。你的核心資產一定要放在那些能提供穩定現金流、有實物支撐的能源藍籌股上，或者是跟住大宗商品走的方向。而衛星資產則是用一小部分錢去捕捉那些因為供需失衡而帶來的短期爆發機會。但我一定要再三叮囑你，在這個動盪的年代，錢放在哪裡都不如放在你自己名下最安全。現在有很多廣告打得很響的交易軟體，給你一點甜頭，你就把身家性命交給他們。萬一遇到極端情況，平台出現流動性問題，你找誰訴苦？在澳洲，我們一定要認準HIN這種直接持有模式，不管市場怎麼震盪，只要資產是真真切切登記在你自己名下的，你就有翻盤的底氣。這不僅僅是理財，這是在給自己的生活築起一道防護牆。接下來我會更具體的跟你們拆解一下，如果你現在手裡只有1萬塊甚至5000塊，該如何一步步布局這些機會，以及在油荒進一步擴大時，我們該如何利用心理學上的群眾行為去尋找那些隱藏在混亂中的賺錢小風口。請大家坐穩了，後面的內容會越來越硬核，也會讓你徹底明白為什麼這次危機其實是你人生的財富轉折點。現在這種通膨時代，你把錢丟在銀行裡，真的就是看住它慢慢被吃掉。與其這樣，不如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一定會用到、誰都離不開的東西上，因為未來的趨勢超明顯，就是資源為王嘛。油變貴、變少，全世界就開始瘋狂找替代品，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都在搶銅、搶鋰、搶各種戰略物資。我有個朋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當大家在那邊追短線、看題材，他完全不跟風，默默去買一些高股息的能源藍籌跟資源 ETF， 結果油荒一爆發，別人都在抱怨油價，他反而笑着跟我說，雖然加滿油多花50塊，但我的持倉漲幅已經幫我付掉1整年的油費。這就是我說的生活對沖，讓你的資產去幫你吸收生活成本的上漲。如果你不知道怎麼選股，那就先從最簡單的開始，去看那些跟住大盤走、專注能源和戰略資源的基金，這是最穩健的起點。尤其是剛開始理財的年輕人，真的不要覺得這跟你無關，先從管理現金流開始，把錢花在刀口上，少買一些沒必要的東西，把省下來的錢慢慢變成能替你賺錢的資產，這比你每天盯盤刺激多了。人遇到恐慌最容易跟風，但真正能跑在前面的人，是那些在混亂裡還能看懂底層邏輯的人。這次油荒不是單一事件，它其實是一面鏡子，照出我們生活有多脆弱，也照出供應鏈哪裡有洞，更讓你看到資訊差、認知差才是最大的貧富差距。當大家在抱怨、在焦慮的時候，你應該問的是，誰能補上這個缺口，誰就是下一個贏家。所以從明天開始，重新看一下你的支出，把注意力從那些消耗你能量的瑣事移開，專注在真正能保護你、讓你增值的優質資產上。因為當改變真的來的時候，你要確保自己手上是有籌碼的，而不是空手站在風口上。其實在我們討論了這麼多供應鏈和實體資產之後，還有一個對所有投資者來說最致命，但我剛才一直壓着沒說的底層邏輯，那就是這場油荒背後的匯率剪刀差和最終極的避險錨點。你想想看，我們買進口油是用什麼結算？絕大部分是跟住美元走，
當全球局勢動盪，油價飆升的時候，往往伴隨着強勢貨幣的收割，這就意味着我們手裡的本地貨幣在無形中被瘋狂貶值。你以為你家一缸油多付的只是能源短缺的溢價嗎？其實你還默默承擔了匯率疲軟的雙重打擊。這是一種心理學上最容易被忽視的溫水煮青蛙效應。大多數人只盯着加油站那個跳動的數字，卻沒看到自己銀行賬戶裡的購買力正在被國際資本悄悄抽錢。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跟身邊的人強調，在這種法幣信用搖搖欲墜的週期裡，我們必須要把眼光放回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沒有爭議的真金白銀上。很多人對黃金的認知還停留在過去那些過時的數據裡，但如果你真的去查閱最真實、最核心的市場走勢，你會發現黃金的歷史高位其實已經逼近了5600的驚人關口。你一定要看清楚這個數據背後的意義。這不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這是全球頂級聰明錢在對未來極度不確定性投下的恐慌信任票。當紙鈔的購買力因為油價和通脹被無限稀釋的時候，只有這種絕對稀缺的貴金屬才能真正鎖住你辛苦打拼下來的勞動果實。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在這場從加油站蔓延開來的財富大洗牌中保護自己，除了前面說的能源藍籌和直接登記在自己名下的實物資產，你絕對不能忽視貴金屬在你整體布局中的定海神針作用。它能在極端行情下幫你對沖掉那些你根本看不見的匯率與通脹風險。這是我今天必須要補充給所有看透真相的人的一個保命認知。既然大家聽到了最後，這是我特別為你們整理的一份實操清單。這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而是我這段時間親自實踐，確保能在這種油荒日子裡幫你守住錢包的小撇步。第一點，善用油價追蹤 APP。在澳洲有很多免費的 Fuel Map 或 7-Eleven Price Lock 功能。如果你發现某天油價相對較低，不要猶豫，立刻 lock 住，這是我每周必做的動作，一年下來能省下不少錢。第二點，重新檢視你的超市會員積分。很多人覺得積分沒用，但在油荒時期，超市的油費折扣券就是救命錢，養成集中採購的習慣，換取最大的折扣額度。第三點，檢查你的輪胎壓。這聽起來很像廢話，但我親測過，胎壓不足會增加 3% 到 5% 的油耗。在現在這種油滴如血的時候，這 5% 就是你的純利潤。第四點，建立抗通脹購物籃，觀察一下超市裡哪些東西是依賴長途運輸的，在下一波漲價潮來臨前，適當囤一點能長期存放的必需品。記住，省錢就是最快的賺錢方式。第五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確保你的投資賬戶是 HIN 模式，也就是直接登記在你自己名下。在這個變動的時代，沒什麼比所有權更讓人安心的了。除了剛才分享的實操清單，其實我手頭上還壓着一個更核心、更具體的澳洲全能源與戰略物資布局方案。這個方案原本是我打算只留給幾位核心合作夥伴的內部資料，裡面詳細拆解了在未來2到3年內，哪些細分領域的資源公司最具有爆發潛力，以及我們普通人該如何利用極小的槓桿去鎖定這些大宗商品的長期增長紅利。說實話，這個方案的含金量非常高，甚至可以說是這場油荒危機中真正的逃生艙。但我現在還在考慮要不要把這麼硬核的內容公開出來，畢竟市場機會往往是留給少數人的。如果你也想看這份深度的布局方案，或者你覺得現在的分析對你很有幫助，請在評論區大聲告訴我，只要這支影片的留言人數超過一個門檻，或者是大家的反饋足夠熱烈，我就會加緊制作下一支影片，毫無保留的把這個核心布局方案公開給我的所有觀眾。因為在這種變動的時代，我希望我們這群能思考的人可以抱團取暖，一起把危機變成轉機。所以如果你不想錯過這個關鍵的財富密碼，記得現在就去留言區打上我想看布局方案，讓我知道你的需求。在結束今天所有的分享之前，我也要很誠懇的提醒每一位朋友，今天我在影片中分享的所有內容、分析以及案例，純粹是基於我個人的觀察與研究得出的看法，僅供大家參考與交流，這並不構成任何形式的專業投資建議。市場是有風險的，任何投資都有虧損的可能，所以請大家在做出任何財務決策之前，一定要根據自己的實際財務狀況、風險承受能力去做最深度的評估，並且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最後，如果你覺得今天這一個多小時的掏心窩子分享讓你對這場油荒有了全新的認知，讓你從恐慌中看到了一絲希望，請一定要幫我點個讚，並且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那些還在為了油價愁眉苦臉的朋友。你的每一次轉發和關注都是支持我繼續做這種深度硬核內容的最大動力。
也別忘了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我下一期可能公開的那個核心布局方案。大家對這次的遊荒還有什麼親身經歷或者不同的看法嗎？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跟我一起探討。這裡是賺錢角度，我們下期視頻見，拜拜。